在现代战场上，战斗机的作用极为重要，除了争夺制空权，还能执行各种空中任务。但有的国家即便掏空家底，都未必能给自家空军装备上先进战斗机。今天就给各位老铁聊聊10款造价高昂的军用战斗机，上榜必属精品。FA-18 战斗攻击机 FA-18 代号大黄蜂，单位造价2900万美元，是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舰载机，分别由单座 A 型、C 型和串联双座 B 型、D 型，采用后掠翼气动布局，安装2台 F404 加力涡扇发动机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814公里，实用升限 1.5 万米，最大航程2346公里，作战半径722公里，具备优秀的对空、对地和对海攻击能力，是美国海军最重要的舰载机。主要特点是良好的可靠性，维护较为简单，但自从服役以来就饱受航程不足等缺点的指责。但不可否认，大黄蜂整体的设计比较成熟，在服役期间的故障率远低于同时代的3代机。F117 夜鹰战斗攻击机 F117 代号夜鹰，单位造价4260万美元，是世界上第一款完全使用隐形技术设计的飞机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130公里，最大航程861公里，实用升限1万米，曾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据统计 ，F117 大约执行了1300次任务，成功摧毁了1600个高价值目标，占全部战略目标的40%，并且零损伤。虽然 F117 在多次空中攻击任务中表现出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，但由于2006年美国军费削减的原因，美国国防部在之后的数年里将所有的 F117 安排退役，但在2021年又作为教练机而重新服役。JAS-39 鹰狮战斗机，鹰狮战机是瑞典研制的轻型第4代战机，单位造价3000到6000万美元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45公里，巡航速度每小时1163公里，最大航程4000公里，作战半径926公里。内部搭载的航电系统比较新，使用的雷达性能也比较先进，并且最多可以挂载7枚地对空导弹，具有功能多、适应能力高等特点。虽然鹰狮被定义为防御型的轻型战斗机，但是挂载上地空导弹，碰到敌军重型战机还是有能力打一打的。Top 7 EA-18G 电子战机 EA-18G 代号咆哮者，单位造价6820万美元，是波音公司双座性的 FA-18F 超级大黄蜂为基础开发的舰载型电子战机，其内部不仅搭载了新一代的电子对抗设备，还保留了 FA-18EF 全部的武器系统和超强的机动性能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900公里，最大升限 1.5 万米，最大航程3330公里。作为电子战机的咆哮者具有十分强大的电子监听能力，采用全频段的电子干扰功能时，既可以达到干扰的目的，同时又能听清敌军的传话，并且在实施全段电子干扰时，咆哮者还可以保持己方高频语音通信的畅通。目前 EA-18G 已成为美国海军新的杀手锏，并且一度认为可能会被空军应用。Top 6 F-35B 战斗机 F-35B 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型号，单位造价 1.013 亿美元。F-35B 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替换上世纪80年代的 AV-8B-2 垂直起降战斗机，外观上与 F-35A 基本一致，武器舱的配置也与 F-35A 相同，但内部还是有不同之处的。安装了轴区动升力风扇后的 F-35B 具备了垂直降落的能力，让 F-35B 可以从美海军体积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起降，这意味着2栖攻击部队可以部署自己的隐形战机，而不必依赖附近的航母舰队。根据美国最新的航空计划，空军计划采购353架 F-35B， 虽然还没有大批量交付给美空军，但 F-35B 改进将改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方式。F-35B 最初的造价高达 1.2 亿美金，但现在量产之后成本得以控制，所以造价降低了一些。Top 5 苏57战斗机苏57是俄罗斯的首款隐形战机，单位造价1亿多美元，外观上与苏34相似，可以说是放大并拍扁的苏34。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120公里，巡航飞行速度每小时1710公里，最大航程3500公里。1500公里，
俄罗斯军事专家曾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，第5代苏57隐身战斗机的造价非常便宜，大约为4000万美元。假如根据这个说法来计算，苏57简直太便宜了。目前欧洲等国的非隐身战斗机单价都在6000万美元以上，所以俄罗斯这位军事专家的说法有明显的夸张成分。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估计苏57的单位造价起码在1亿美元以上，后期进入量产阶段，造价应该会有所下降。Top 4阵风战斗机。阵风是法国独自研发的一款中型多用途战斗机，单位造价 1.3亿美元，高空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912公里，低空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390公里，最大航程超过3700公里，作战半径1852公里。作为一款多用途战斗机，阵风可以兼容多款挂载武器，可以执行空战、拦截和监察等多种空中任务，并且还具备对地对海攻击，现代化程度非常高。从2015年到2022年6年时间内，阵风战斗机已经成功卖出了278架。Top 3台风战机是欧洲战机公司研制的一款中型多用途战机，单位造价 1.37亿美元，高空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495公里，低空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530公里，最大航程超过3790公里。内部采用的先进航电系统比同级战机更加智能化，并且台风一开始就被规划为多用途战机，所以也具备空对地轰炸的能力，对挂载武器的兼容性也比较大。10多个挂载点可以同时携带多种不同的空对空武器和空对地武器，适应所有合作国家的武器，作战效能与苏35阵风战机处于同一水平。截至2020年，共计生产571架，主要装备英国、德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沙特阿拉伯等国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购买。Top 2 F-15EX 战斗机。F-15EX 代号先进鹰，单位造价 1.38亿美元，是波音公司针对 F-15的升级版本，在飞行性能上面的加强最为明显，采用了2台 E100GE129 加力涡轮发动机，让 F-15EX 最高飞行速度达到 2.5 马赫，并且还扩容了副油箱，增强了载油量，作战半径达到177公里。F-15EX 还具有极为恐怖的载弹数量，最多能挂载22枚空导弹，在同级别战机火力对比中不输给任何一架4代机。除了不具备隐身能力外，其他配置方面可以说是战斗机领域的最顶级配置。许多外媒将 F-15EX 评价为世界上最强的4代机。Top 1 F-22 战斗机。F-22 代号猛禽，单位造价 1.5亿美元，是世界上第一种进入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，也是当时造价最昂贵的战斗机之一。采用2台 F119PW100 涡扇发动机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高达2410公里，最大航程2963公里，使用升限19812米，有着超音速巡航、超视距作战、高机动性和对雷达与红外线隐形等特性。整体作战能力是美军前一代主力 F-15的数倍。高音速也带来一定的缺点，那就是维护保养价格昂贵。2010年，美国国会审计办公室曾经发出过一份报告，指出 F-22 的机身结构腐蚀情况远比预期严重，并且2008年公开的运作成本 F-22 每飞行1小时就要花费19750美元，也就是说 F-22 飞行1分钟就需要329美元，简直就是一个烧钱机器。而 F-22 1.5亿美金的单位造价仅仅指的是飞机的造价，并没有算入研发成本。如果按照150架来粗略分摊成本的话，每架成本大约 3.15亿美金。虽然 F-22 是25年前的产物，但至今依然是全球公认的最强战机。虽然很贵，但是真的要说 F-22 大写的牛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。各位老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